临走的时候都能吃到这么丰富的早餐，又有你陪我，看来老天对我真的不薄。其实你可以不用搬。不搬，不搬睡哪里？睡客厅啊？睡沙发啊？谁说要让你睡客厅、睡沙发了？搬到我房间睡吧。我不是做梦。我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。我们怎么睡啊？你不会放一碗水在我们中间吧？你真的是想太多了。水都不放啊！哇，你对我实在太好了。以后那个碗啊盘啊，我全部洗。就这样说定了。从今天晚上开始，我睡床，你睡地板。睡地板。Take it or leave it。take。树英为什么还没下来啊？他应该昨晚就没有回来吧？没回来。啊，我昨晚3点钟都还没有睡，他都还没有回来。这段日子不要累坏自己，你姐还需要你的帮忙。知道，你放心，我是个货车都撞不死的小强。哦，不是，是老强。把自己比喻成蟑螂，你还是第一个哎。不过，蛮像的。啊，树英，哎，哦，你昨晚玩得很开心啊，一整晚都不回来，车都没有开，你喝了很多啊？树英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啊，我先进去了。你会不会觉得他怪怪的？要不去问一下他？我去就好了。你不是约了克莱恩吗？赶快去，要不然就要迟到了。树英，我进来了。树影，能不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了？我父母在去机场的路上
出车祸去世了。他们这次真的不会回来了。我以为终于可以一家团聚，最终只是个假希望。我没事了，你去上班吧。今天没什么重要的工作，我可以请假留下来陪你的。我现在只是想睡觉，你走吧。你手上的伤是怎么弄到的？是不是有人对你做了什么？是你说有什么问题，一定要说出来的。如果是你情我愿的，我无话可说。可是如果你是被逼的，你能够就这样算了吗？淑英，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告诉我，我才有办法尽我所有的能力。好了，你不要再烦我了，你让我静一静好不好？你不要再逼我了，我只是想要处理我父母的伤，我想可不可以？或许你觉得现在可以算了，可是你能保证你将来都不会想起这件事吗？你可以吗？你甘心吗？听我说，事情有分轻重缓急，我先陪你去做检查，然后你再回去办理你爸妈的身后事。我帮你拿。你放心，今天发生的事，我会帮你保守秘密，不会告诉任何人，包括天亮。我不是在担心这个，既然决定做 rape kit， 我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。我只是想尽快处理我父母的身后事，不想节外生枝。我明白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
我都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的。一片灰蒙蒙，世界好像死去了。谢谢你。在这城市的另一侧，你是否也冒雨着？其实，伟龙他有警告过我，不知不觉走到尽头，但我还是掉以轻心。好了，再想念你不要再想那么多。陌生的脸孔，今晚的机票我已经帮你订好了，眼睁睁等一下我陪你去机场。让你我谢谢你。都是痛。不过去机场之前，我想要先去一个地方。却还要继续走。你走到雨中，加快脚步，让头发别雨打。马路上人来人往，他们没表情撑着伞。感情公路被雨掩埋，所有路标将不存在。那时候你在松怀。我等你很久了。你干嘛躺在我床上啊？你不是说我可以睡在你房间的吗？不过你进来我房间，至少跟我说一声嘛。那要不这样，以后你不在家的时候，我就不进你房间。你看，道具我都准备好了。等一下呢，你睡这边，我睡这边，我保证，绝对不会越界。那好吧，我还是睡地板吧。不用了，你可以睡你自己的房间啊。我不是跟你讲吗？淑英的父母要来，所以我才要搬走的。他们不会来了。原来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难怪今天早上见到他的时候，觉得他怪怪的。我原本还以为他早就已经接受父母离异的事实，可是没想到，原来他的内心还那么期盼着他父母能够复合。只可惜，现在只是一场空。谁不想有一个快乐又圆满的家庭？只不过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他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呢？还要你追问他，他才跟你说。昨天晚上又一整晚不回来，在外面喝酒，这不像他的作风啊。可能他太难过，所以才会借酒消愁吧。看来他这一次真的是很难过。我们要多点关心他。他现在在哪里啊？他已经飞过去帮他爸妈办理上护士了。生命无常，人生难测。其实做人不应该那么执着，有时候不要计较太多，反而会好一点。所以要珍惜眼前的人，
眼前的幸福。我明天陪我爸吃早餐，你不用下厨了。很迟了，早点休息。我想给你看样东西，慢慢躺下来，不许偷看啊！你到底想干嘛？你现在可以睁开眼了。我还以为是什么，你真是吓死我了！你干嘛搞到这么神秘啊？你以为我会对你怎么样？躺下来吧。你知道吗？信任就像一把刀，你把这把刀交到对方手里，他想要捅你一刀，还是要保护你，都由不得我们来做决定。所以之前你不敢轻易相信我。你放心，我永远都不会伤害你。这是你盖的被。啊，这是我阿嬷缝给我的。我每天晚上都要盖着它，才能睡着的。为什么你总是误会我的好意呢？我不需要你的好意，请让开。我现在只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。Sorry， 我们不是朋友。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啊？是。真的是世事难料。之前我们像敌人一样，谁会想到，我们有一天会躺在同一张床上，一起看星星。郑义恩，快点起床！啊，喂，歪什么歪？不用上学啊！快点！喂，校服在这里，5分钟之后给我出来。伊恩，爹地，哎呦啊！你好像中了哈！哎，你刚才在电话里面跟我说你今天没有上课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学校休息3天，mark papers。哦，哎，那你为什么今天还来学校，而且还穿 uniform？ 我没有告诉妈咪。你要死啊！你会害死爹地的啊！你真的是，爹地，你要打给谁打给你妈咪啦！ ？No， 我会死得很惨的。谁叫你啊？讲骗话！嗯？是他自己忘记的吗？
我只要准时回家，他就不会发现了。你有没有听过狼来了的故事啊？说太多骗话会害死人的，而且第一个死的就是爹地啊。OK， 走吧，走吧，来，去哪里？去找你妈咪啊。嗯。干嘛？走吧。不如你现在带我去玩，weekend我留在家里 ，OK？ 不好吧？这 Please, Daddy， 反正你都来了，我又不用上课。Please。啊，好了，哎，你呀，真的是人小鬼大，以后不准再这样 ，OK？ OK。来， Daddy， 我们要去哪里玩？待会你就知道了。我们是大巴还是坐 MRT？ 都不是。啊，原来走路，会不会很远？坐车。你有车没？有啊，我们随便上辆车就好，啊，就上这辆吧，来。爹地，你做么？上车。不行，警察会抓我们的。这是爹地的新车啦，你真的以为爹地偷车？哇，你几时买车的？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，这辆车子酷不酷？酷。酷嘞！今天爹地就是你的专属司机，带你到处去玩。耶 ，Let's go！ 来。朱先生，请问你跟被告是什么关系？我们是夫妻，结婚几年了14年了。你的工作是海员，所以你会经常出国工作。是的。你们有没有孩子？没有孩子。当你不在家时，家里除了你的太太，也就是被告，还有其他什么人？还有我的父母。也就是说，家里发生任何的争执、殴打，甚至是更严重的事，你都不知情。可以这么说，如果没人告诉我的话，基本上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不过，我爸跟我说，他媳妇打他。Objection, Your Honor， 我的当事人的家翁朱活水被诊断有失智症，所以他的口供不能成为呈堂证供。反对有效。Your Honor， 请看第一份呈堂证据。照片中，朱活水先生，也就是被告的家翁，手臂上有明显的伤痕。经过验证，有关伤痕是由现场找到的衣架所造成的，而这些衣架已被证实，上面有被告的指纹，所以控方有理由相信，被告曾在家中对2位老人实行家暴。朱先生，请问在照顾您父母的这件事情上，你的太太是否有任何怨言？有。类似什么样的怨言？他曾经建议把我父母送走，送到我二弟家。有一次，他还说，如果我父母早一点走，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。哇，蛋糕，吃不吃得完啊？那么多。吃完。爹地，绿色的是你的，蓝色的是我的。Thank you。啊。
吃又拿的，会不会不好意思啊？妈咪最喜欢 macaron， 我想带回家给她。那为什么刚才你不让爹地打给妈咪啊？妈咪没有骂我的时候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咪。那我呢？你呀、你是全世界最贪吃的爹地。今天你想吃什么就尽管吃，来，吃 spaghetti， 来。吃这个。朱先生，请问你有几个兄弟姐妹？我有2个弟弟，1个妹妹。你有这么多兄弟姐妹，为什么你的父母要跟你一起住？因为我是长子，所以大家都把这个责任推给我。所以你就把照顾父母的责任推给了你太太。话不能这么说，她嫁给了我，照顾家翁家婆是应该的。那你怎么就确定我的当事人有能力能够把你的父母照顾好？毕竟他们2个，一位是瘫痪，一位失智。我有叫他请女佣，那你们请过女佣吗？有，可是我太太对他不满意，把他赶走。为什么？这些我不太清楚，你要问他。因为你的女佣虐待你的父母，所以我的当事人把他赶走。你身为儿子，竟然不知道？张律师，请注意你的言行。是 ，Your Honor。朱先生，我可不可以这么说？你和我当事人结婚了14年，我的当事人就照顾了你的父母14年。差不多是这样。请回答是还是不是？是。请大声一点回答。是。你是职业海员，请问你多久回家一次？1个月大概3到4天。你经常不在家，你知不知道你的父亲整天随地大小便？你的母亲每天让我当事人帮她洗澡、清理身体。他2位老人家每天几点吃饭，几点睡觉，每天都吃些什么？什么东西可以吃，什么东西不可以吃？这些东西我不太清楚。我很忙的，我需要工作。Your Honor， 我的当事人，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，每天除了做家务，还要照顾2位老人家，不是4年，不是10年，是14年。他们2位老人家，一位瘫痪，一位失智。我的当事人每天在那么大的压力下，有时候有一点点怨言，也是很正常的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上次住的那一间啊，比这个还要大1倍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哇，爹地你就好，天天都可以住酒店。住酒店有什么好啊？为什么不好？每天都可以吃buffet。buffet来来去去都是一样，我吃到就快要吐了。可是刚才我看你还是一直吃一直吃，没有吐啊。那是因为我看到你很开心，所以才没有吐啊。不过明天真的不能再吃了，再吃真的要吐了。哇，好舒服啊！爹地，如果我跟你就好了，天天有舒服的床睡。是啊，我都很久没有睡在床上了。啊？你不是说天天住在酒店？你不是说要去游泳吗？还不赶快去，太阳快下山了。是啊。
哎，伊恩，等一下，你背后怎么了？是跌倒。跌倒？跌倒会跌成这个样子吗？哎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在学校是不是被人欺负了？我跟朋友打架。爹地，你可以不要生气吗？下次不好了。怎么样？痛不痛啊？张天晴小姐，请问朱活水手上的伤是不是你打的？是，为什么要打他？我是为了阻止他杀害我的家婆。你说你看到朱活水拿着枕头捂住死者的脸，然后你就去阻止他。可是枕头上并没有留下朱活水任何的指纹，你怎么解释？我的家翁当时是戴着手套的。Objection, Your Honor， 警察在案发现场根本没有找到任何手套，这只是被告用来嫁祸给一个失智老人的借口。张律师，根据警方调查，被告所说的手套一直没找到。根据电梯外面的 CCTV， 朱活水当天离家的时候也没戴着手套。Your Honor， 我想问，一个正常人想要嫁祸给一个失智老人，他会怎么做呢？不要问我，由你来告诉我吧。首先，我会让凶器上不会留下我自己的指纹，只会留下那个失智老人的指纹。朱活水是个失智老人，要拿到他的指纹太容易了。可是，为什么我的当事人没有这么做？还有，如果我的当事人这么痛恨他的家婆，要对他下毒手，他其实有很多机会，可是他为什么会偏偏选择一个让他自己难以脱罪的方式？他大可以把他的家婆推下楼，让他吃东西的时候啃死，或者是饿死。他为什么这么笨呢？张律师，让我提醒你，你应该引领被告回答问题，还原当天发生的事情的真相，对他才有帮助。谢谢你的提醒， Your Honor。张天晴小姐，请问那天你看到死者被捂死之前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厕所洗裤子。为什么洗裤子？因为那天刚好我的家婆她泻肚子，弄到下半身都是。我帮她清洗完粪便之后，就顺便洗她的裤子。我不明白，既然你已经准备要杀你的家婆，为什么还要帮她洗身体、洗裤子？你跟她一起生活了14年，为什么要等到那一天才准备要杀她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没有杀她。你是不是照顾那2个老人家，照顾到你头脑坏掉？我没有杀人，我真的没有。弟，我相信你没有，我知道你没有杀人，所以那些认为你杀人的人，他们的头脑是不是有问题呢？伊恩，出来吃饭。哎，这么乱。郑义恩，你竟然敢说谎，骗我今天有上课。我打了很多通电话给你，你怎么现在才回啊？为什么是你听电话？他在洗澡。为什么你会跟伊恩在一起？是啊，打电话给我叫我来接他的。他说今天学校没有上课。原来你们是串通好的。你不要乱冤枉我好不好？以前你为了跟别的女人鬼混，你整天撒谎我都算了。
现在你竟然教儿子这种下三滥的招数，你是不是希望儿子变成你一样？不要乱发脾气好不好？我从刚才就一直打电话给你，想跟你说这件事，是你自己没接电话。我都跟你离婚了，为什么要接你的电话？OK， 不如这样吧，就当这2天是我的探访日，那这个周末我就不去接他了，这样可以了吧？本来是没问题的，但我就是讨厌你骗我，先斩后奏。张天晴小姐，请问你家里有没有出现过老鼠？没有。我再跟你确认一遍，有还是没有？肯定没有，因为我家婆皮肤敏感，家翁喜欢胡乱捡地上的东西来吃，所以我一直很注重家里的卫生。那请问，你家里为什么会有老鼠药？警方在你家找到一罐老鼠药，是你买的。你买老鼠药干嘛？你家有老鼠吗？不是啦，刚好看到，又便宜就买了。警方已经拿来做呈堂证据，他们一定会追问你动机的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老鼠药是我买的。家里既然没有老鼠，那你买老鼠药来做什么？贪便宜。我看不是这样吧？你买老鼠药是不是想要用来下毒？你到底想要毒死谁 ？Objection, Your Honor， 这只是检察官自己的猜测，毫无根据。反对有效。检察官，请注意你的用词。是 Your Honor。张小姐，我同意有些人为了贪便宜而买一些没有用的东西，但老鼠药是毒药。家里既然没有老鼠，那你买老鼠药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请你如实的回答我。你是不是照顾你的家翁家婆已经照顾得很累了，所以你想用老鼠药来帮他们解脱？没有，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。Objection, Your Honor， 我当事人买老鼠药不代表他就想要毒死谁，就好像买把刀不代表就想杀人。从来没有想过要毒死谁。我想要毒死我自己，我想要解脱，可以吗？找我找的那么急，有什么事吗？我要改协议书，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跟着那个没用的爸爸，他根本就是一个坏榜样。我要让孩子每星期7天都跟我，最好不要让他们见面。法官会认为，爸爸完全缺席的话，对孩子成长是不健康的，所以完全不让他见儿子应该很难，而且申请的成功率也不高。那只准他们见面1天，而且不能过夜。麻烦你替我修改。梅小姐，你难得恢复自由身，是不是应该留点空间给自己呢？你可以去逛街，去做facial，或者做一个 SPA 也好，当休假给自己充充电。我不需要。我看，你只是不想让你的前夫好过而已，何必要跟自己过不去呢？可是，不要可是啦。你肚子饿吗？怎么样？这里食物还不错吧？刚才在电话里把我骂到狗血淋头，现在居然在这里和这个男人约会。我跟谁约会关你什么事啊？你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男人？他是输赢的男朋友，他现在背着自己的女朋友在这里跟你约会，你觉得他会是个怎么样的男人 ？Sorry，
我们现在是在谈公事，还有，我跟素云已经分手了。好，听到了，才刚刚跟女朋友分手，就马上跟你来这里约会，你都很会珍惜时间啊，分秒必争啊。真的是到胃口。我们走吧。不好意思。喂。好，我现在马上过来。不好意思，我有重要的事现在。那我的事不用追了，他肯定有找到更好的人选，才把你丢在这里。你废话少说啦。别说我没警告你，那个人是个斯文败类、衣冠禽兽，你别跟他走得那么近。是吗？人家至少是和前女友分手了才跟我约会的，总比有些人好。家里有老婆孩子，还整天在外花天酒地乱搞。我都懒得跟你解释，反正要说的我已经说了，信不信随便你。是啊，反正我们之间什么关系也没有了，也随便你爱回家不回家，家里也没有人等你。等一下，伊恩呢？你又丢下他一个人啊？放心好了，他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。我警告你，明天12点前把他送回来。什么12点？喂，合约上是写3点啊，3点啊！我真的很失败，就那么一个姐姐，她有自杀的念头，我却一点都不知道。她三番几次想要叫我去她家吃饭，我还嫌麻烦不要去。可能当时，她只是想要找一个人跟她聊聊天，就连这一点我都做不到。我很忙吗？我真那么忙吗？人生就是这样，总是喜欢为一些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忙忙碌碌，却忽略了更宝贵的东西。弥补回来就好了。希望还有机会吧。一定会有的。走吧，跟我一起回家吃饭。去你家？嗯哼。现在？你不是开玩笑吧？我像是在开玩笑吗？是带我回家见家长？你不想就算了。我想。爸爸。晚安。知道今天你会带朋友来家里，我特地煮了你喜欢吃的菜。啊，爸爸来。我跟你介绍，他这是我男朋友天亮。Uncle，你好。